行驶在台九线382K，体验台湾最美的2分钟公路。漫步罗东林业文化园区，欣赏火车奔驰林间的壮丽景色。你知道宜兰东山乡也有一条宜兰版的伯朗大道吗？受晨曦乍现、海天共舞的绝美画面。火车不是穿山而过，而是穿过一棵巨大的冬瓜山，登上华园曙光观景台，迎着日光看山海交汇的宁静。清晨的天空之镜像蓝宝石般闪烁着光芒，全台唯一招财猫土地公庙红灯笼高挂，如同台版雷门。走进日式风格的将军府，仿佛来到静谧的日本小京都。造访宜兰的五渊水火同源，清晨之中火焰不灭，奇景动人。苗栗的花鸟河石不容错过，来一碗豪华生鱼片冻饭，鲜美诱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。这次我展开了一段超充实的旅程，2天1夜火车环岛旅行。从宜兰东山的三奇美景到苗栗的花鸟河石，有些地方只看一眼就想再见一面，有些感觉一旦触动就再也不曾离开。和 Emily 同行，画出属于你的风景篇章。清晨6点钟，来到熟悉的松山车站。这次 Emily 要带大家搭火车2日环岛。6点07分，搭乘太鲁阁402车次，从松山到罗东。清晨6点多，天色已亮，从松山车站出发。列车穿过南港、汐止、五堵，沿着基隆河缓缓前行。高楼渐远，山影渐近，像是在青山与河畔间轻轻滑行。转眼间抵达双溪、贡寮、福隆，山势渐退，天空也逐渐开阔，东北角的蔚蓝海景悄然展现在眼前。7点16分，罗东车站到喽。我们一出站就先到车站前的租车行租摩托车。我们从早上7点多租到11点半，租金200元，不含油费。加油站就在附近，相当方便。我们自行加了40元的油费，其实30元就够了。五渊水火同源，宜兰五渊村有个自然奇景，火出水中源源不绝，蔚为奇观，被称作水火同源。在国道5号高架桥下的这个空间铺上了人工草皮，除了有五渊水火同源，旁边还有大碗公溜滑梯，夏天不怕晒，是个亲子共游的绝佳景点哦。宜兰三奇美景，三奇村位在宜兰东山乡，这里以稻米为主要产业，保留了淳朴的田野风光。笔直小路穿越稻田，全长约2公里，还会经过9个优美的 S 型弯道，有宜兰版伯朗大道的美称。每年5到6月底，金黄稻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吸引了各地旅人前来拍照，感受乡间之美。2025年三奇美景系列活动，欢迎你一起来走走，感受这份浓浓的稻香与泥土的芬芳。东山车站，东山车站的设计灵感来自东山的旧名冬瓜山，配合台铁宜兰线高架化与生态绿洲的规划，打造出台湾首座以休闲观光为主题的铁路车站。
下层是站房，上层是火车轨道，站前的小广场也结合艺术设计，让人一走出车站就能感受到无限的美感。别忘了往车站右前方看看哦，整排色彩缤纷的彩虹屋超吸睛，也是旅人们必拍的打卡景点之一。罗东林业文化园区，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在地人习惯称它罗东林场，这里免门票自由参观。前身是1924年成立的罗东出张所，直到2009年，林场以罗东林业文化园区之名华丽再现。园区保有主木池、森林铁路、火车头等林业设施，还有文创小铺、林业主题展区、亲子馆等，沿途绿树成荫且生态丰富，是亲子同游的好去处。走出园区对面，就能看到一间在地人推荐的老字号小吃林场肉羹。这家开业超过半世纪的店面，是不少人记忆中的家乡味。他们选用黑猪肉搭配特制腌料与鱼浆制作而成，肉羹口感 Q 弹滑顺，汤头鲜醇甘甜。来到罗东林场，别错过这碗传统的好味道哦。11点52分，搭乘自强号 EMU 3422车次，从罗东到花莲。这段车程中，让人印象深刻的是，铁道紧邻着东部海岸线行驶，窗外湛蓝的海水一路相伴，浪花拍打着海岸，海天一色，仿佛列车在海上奔驰。12点23分，在欣赏美景的同时，不知不觉中，花莲车站就到喽。花莲车站采用开放式设计，整体风格融入自然环境。车站前方的红面鸭装置艺术特别吸睛。这一站我们预计停留大约3个小时。先去租摩托车喽。租车行的员工很亲切，知道我们是来拍摄花莲，不但热心地介绍了附近的景点路线，还贴心提醒今天可能会下雨，并说轻便雨衣已经放在车厢里，记得要穿上哦。将军府1936，俗称将军府的美仑溪畔日式宿舍，建于日治时期昭和11年，西元1936年，故称将军府1936。之所以有将军府这个称呼，是因为当时这里是日治时期花莲最高军事指挥官中村大佐的官邸。当地居民对他的职位并不熟悉，只知道他地位显赫，于是便以将军代称。园区内仍保有完整的日式宿舍建筑，并拥有树龄超过150年的老树与生态池。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品牌进驻花莲将军府，为这个地方带来新气息，是一处充满文化和美食的地方。花莲铁道文化园区，铁道文化园区分为1馆和2馆，我们先参观1馆。这里早期为掌管花东铁公路的花莲港出张所，负责行政及指挥监督东线铁路施工与营运。今天 Emily 来的时候，除了入口处有举办新书对谈活动，其他区域不是尚未对外开放，就是以布幕围起来，无法进入参观。走到最里面，还有一间名为花莲铁道电影院的空间，但同样也未开放，因此 Emily 只能带大家转往2馆参观喽。
2馆与1馆之间只隔着一条街，距离非常近，在入口左侧有展示一台 LDT 103号蒸汽机车头以及 LCC 5006窄轨木造篷车，喜欢怀旧火车的朋友可以在这里拍照留念哦。继续往园区里面走，会看到一间小型拘留所，这是过去东线铁道上专门用来拘留小偷、交通违规者和肇事者的地方。除此之外，目前好像都尚未整理或开放，让人觉得非常可惜哦。安口食堂，今天 Emily 来到了安口食堂，一家网友们大力推荐的口袋名单。这间安口食堂城中分店位于花果堂的2楼，这里取名安口食堂是来自大家都称呼老板 Uncle， 便取了安口这个有趣又亲切的名字。老板退休后返乡，把他平常为家人准备的拿手家常菜融入花莲在地的优质食材，希望大家都能在这里慢慢吃，好好享受。Emily 今天点了2道人气料理，自在鱼定时、好运牛拌面。你是不是也想来试试这份简单又温暖的好味道呢？16点01分，搭乘自强号 EMU 3000 324班次，从花莲到台东。大家发现了吗？刚刚用完餐后回程的画面我完全没拍，玩摩托车没拍，火车进站也没拍，因为我差一点就赶不上火车了。主要是因为午餐吃得太投入了，时间有点来不及。回程时我急忙把摩托车还回去，眼看只剩几分钟，一路小跑步冲回花莲车站。正当庆幸来得及松一口气时，一抬头看到车站玻璃中反射的自己。Oh no！ 天哪，我的头上怎么还戴着安全帽呢？完蛋了！如果这班火车没搭上，接下来的行程和住宿就全都泡汤了。愣了好几秒后才回过神来，幸好灵机一动，立刻把安全帽交给车站1楼的店家代为保管，打电话给车行请他们来拿。真是抱歉啊。17点44分，台东车站到喽。才刚到站就听到广播，雨炸花莲，土石流淹没铁轨，北上列车暂时停驶。我们才刚从花莲搭火车过来，那时候还只是毛毛雨，想不到才一会儿功夫，灾情就变得这么严重。不过还好，目前台东这里没下雨。我们先到车站前租了 U-Bike 电辅车。Emily 要带大家去新生路上的来来牛排吃晚餐。Emily 有先订好了7点的座位。从车站骑电辅车过去，大约20分钟。风声超大，该不会台东这边也要下雨了吧？目前离7点还有点时间。Emily 带大家去 TT Style 原创馆前面的广场逛逛。现在是星期天晚上，这里超热闹，气氛很不错哟。有一天翻台词还找不到爱，放不开说不白，还是个超空爱，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的失败。我爱不。逛完广场，肚子也开始咕噜咕噜叫了，去吃牛排吧。来来牛排创立于1988年，目前在宜兰、花莲和台东
各有一家分店，这里的套餐价格都在600元以内，加面不加价哟，红茶还能无限续杯。因为花莲大雨，班次停驶，台东这里班次也连带延误影响。原本我们8点49分的火车，会晚25分钟进站。21点14分，搭乘自强号 EMU 3434车次从台东到太麻里，车厢一下子涌进了好多人。因为花莲有一段铁路中断，很多原本要北上的旅客只好改从台东绕到西部，转搭高铁回台北。21点34分，终于抵达太麻里车站喽。整个月台放眼望去，静悄悄一片，感觉我们要加快速度出月台哟。远方那边不知道是不是花莲的方向，闪电一直没停过。哇，好安静的街道啊，竟然没有人哎！嗨，大家原谅我镜头摇晃的厉害，因为晚上都没有人哦。我是用小跑步的速度前往饭店。我们今晚住的是曙光度假酒店，这是一间3星级的饭店，距离太麻里车站大约550公尺，步行过来只需7分钟。大家想不想看看房间如何呢？房间走的是简约设计风，既干净又舒适。下次你来太麻里也可以试试看哦。嗨，大家早安！现在是清晨4点多，我们一起去看太麻里日出。今天早上，我们跟饭店租了摩托车，前往我们在太麻里的第一站。太麻里在排湾族语中，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，因此太麻里乡也有个美丽的称号——日升之乡。来到这里，Emily 当然不能错过壮丽的日出美景。千禧曙光纪念园区，千禧曙光纪念园区的命名源自于西元2000年1月1日，当年全球狂欢，迎接21世纪的到来，在太麻里这片海岸上举办了盛大的千禧迎曙光音乐会活动，还与全球25个国家同步连线转播，让这片海域成为当时全世界注目的焦点。华园海湾，要前往华园海湾的途中，会经过台九线382K， 这里可是台湾最美的2分钟公路。华园海湾位于中央山脉与太平洋之间，也是一个观赏日出的绝佳地点。天气好的时候，还可以看见绿岛与兰屿，碧海蓝天，配上平整的沙滩。不用出国，也可以享受身在南国的热带气息哟。华园天空之镜，华园天空之镜，其实它是个位置绝佳的农用蓄水池。清晨的天空之镜就像一颗蓝宝石，闪耀着光芒，跟中午艳阳高照时看整个 M 型华园湾所见的景致，感觉完全不同哦。那是一种柔和又梦幻的晨曦之美。太麻里华园曙光观景台，这座观景平台视野辽阔，不仅能将 M 型华园湾的海景一览无遗，还能俯瞰南回铁路与台九线的蜿蜒车流。清晨的曙光观景台，光影洒落在山海之间，太麻里这几个字的倒影也被光线轻轻唤醒。太麻里果然处处都是让人惊艳的美丽角落。太
马里福星宫。这间是全台唯一的招财猫土地公庙，这里原先就以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台版雷门之称闻名，现在又多了高达2公尺的巨无霸招财猫，可以拍照打卡，摇身一变成为全台最萌的土地公庙。终于7点半了，肚子超饿，接下来是饭店早餐时间，我先去吃早餐喽。8点58分，搭乘自强号 BMU 3306车次，从太马里到潮州。每次火车行经这段海岸，心情总是特别开心。蔚蓝的海岸，翻腾的白色浪花和沿岸的美景，总忍不住一次次欣赏。而那座超人气的打卡地标多良车站，也正好是坐落在这段令人着迷的海岸线上哦。10点21分，潮州车站到喽。大家有来过这里吗？这里可是屏东县内的第2大车站，仅次于屏东车站。这次我们特别选择在潮州下车，因为 Emily 要带大家一起去吃潮州车站周边的在地美食。这里的太阳真不是盖的，艳阳高照，热乎乎啊！大家要记得多喝水才行哦。潮州遇见妮，这间位在潮州镇育英路上的遇见妮真的让人惊艳。别看它只是个朴实的小摊子，老板选用的是香气浓郁的大甲芋头。Emily 这次点了招牌的芋泥冰心，绵密滑顺的芋泥搭配冰凉口感，每一口都是浓浓的芋头香。附近还有一间遇见绿豆，他们的绿豆沙牛奶冰凉滑顺，2个配起来刚刚好。上好家客式炒板条， Emily 超爱吃炒板条。这次听说潮州有一间在网络上超有人气的老店，竟然有红色炒板条。这家朴实的老店开业已经超过1甲子。菜单从各式炒面、汤面、烫青菜到多样小菜，应有尽有。这道招牌红色炒板条特别使用了番茄酱作为基底调料，再加入海鲜、韭菜、猪肉丝等配料，大火快炒下，香气扑鼻。重点是这么丰富，只要70元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古早味的创意炒板条，来潮州千万别错过这一位哦。文记肉圆，一颗只要15元，料多又实在。听说在屏东潮州，大家不只爱吃这热乎乎的炊肉圆，还特别偏好加上蒜泥提味，再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猪血汤，才算是最道地的吃法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有没有潮州在地的朋友愿意出来分享一下呢？大庙口旗鱼黑轮，说到屏东潮州圆环的美食，大庙口旗鱼黑轮绝对是当地人气王之一。选用新鲜旗鱼打成鱼浆，一只只香气四溢的旗鱼黑轮，不止新鲜，还吃得到海味的香甜。Emily 这次买了2只旗鱼黑轮，准备带上火车，一边搭车一边慢慢享用。12点03分，搭乘普悠玛124班次，从潮州到台中。一上火车，美食时间就正式开始啦！这节车厢只有我们哦，而且车厢里超凉的。14点30分，也太快了吧！台中车站已经到了。每次出来玩，感觉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在2倍速前进。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，
这里是台中铁道历史的重要见证，它的前身就是大家熟悉的台中火车站。随着铁路高架化，第3代新站在2016年启用，这座100年老站也完成了华丽转身，变身为一座结合历史与创新的文化园区。园区占地约2.9公顷，目前开放区域包括铁路大街、台中驿、旧轨月台等，以及展示多款退役列车的空间，不仅保留了100年建筑之美，更透过市集、展览、表演等活动，让这里成为市民假日休闲与亲子共游的好去处。火车晚了10分钟进站，15点38分搭乘自强号176车次，从台中到苗栗。在台湾搭火车旅行就是这么方便，短短时间就能穿梭城乡，串起南北。16点14分，苗栗车站到喽。苗栗车站不止外观漂亮，设计也相当有特色。整座车站采用跨站式建筑，将城市的两端巧妙串联，像是一座空中的城市客厅，横跨铁道之上，也成为铁道迷与摄影爱好者的私房景点。苗栗火车头园区，园区于2025年4月25日正式开幕，是全台唯一结合客家文化与铁道文物的专属火车主题园区。来到这里千万不能错过转车台大厅，这里展示着国宝级 CT152 蒸汽火车头，这个转车台会在特定时段启动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幕哦。园区另一大亮点是列车展示馆，馆内展出12台历史火车头，完整呈现台湾铁道的时代变迁。除了怀旧氛围，园区内也注入了可爱元素，以猫咪与火车的邂逅为主，打造出温馨疗愈的小角落，超适合打卡拍照。花鸟和食，这是一间专卖日本料理的小店，主打各式精致冻饭，除了冻饭、寿司、生鱼片、烤物、炸物等经典日式料理通通都有。Emily 点了炙烧焦糖鲑鱼干贝冻饭438元，另外还点了干贝牛小排松叶蟹冻饭449元，还有鲑鱼味噌汤喝到饱哦。19点56分，搭乘普悠玛288车次，从苗栗到松山，预计晚上9点26分抵达松山车站。2天1夜的环岛旅行也即将画下句点，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意犹未尽呢？这次我选择搭火车环岛，沿着铁道的线条，重新认识我们成长的这片土地——台湾。窗外风景不断变化，火车车窗框住了最美的风景，手机镜头记录下最动人的瞬间。那么你呢？也想来一场环岛之旅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和我分享。挑战2日环岛，带回的是满满的感动与回忆。心中旅程未完待续，步伐正先，期待再次启程出发。我是 Emily， 如果你喜欢 Emily 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下期见哦！